蒙面财经，朋友们好。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把最近的一些重要的财经信息给大家汇总分析一下啊。这些财经信息呢，如果你支离破碎的看，可能看不出什么啊，或者扫一眼也就过了。但是真正对宏观经济比较关注和敏感的人呢，如果把这些信息串在一起观察和分析，你就会发现一些重大的线索啊，进而了解和感知到下半年中国经济的一些发展脉络。那今天这个节目呢，分3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我们分析一下央行发布的2020年7月份金融统计数据。第二部分呢，我们再分析一下中国统计局最新发布的7月份关于 CPI 和 PPI 数据的一个情况。那第3部分呢，我们就是把一些比较支离破碎的一些财经信息我们给它串一下，看一看经济里面最真实的、最新的发生的一些情况。那好，我们先来分析第一部分就是央行2020年7月份的这个金融统计数据报告。那这个报告呢是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它每个月呢都会发布，里面呢主要涉及到社会融资规模、M2、人民币贷款这些概念。那这个呢我就在这期里我就不去详细介绍了如果大家想简单理解的话，就把它理解为放水的规模、放水的水量。那这里面现在有3个数据第一个就是7月份的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量呢是 1.69 万亿，预估呢是 1.85 万亿，前值呢是 3.43 万亿。那第二个数据呢是新增人民币贷款增加9927亿，低于市场预期的 1.2 万亿，前值呢是 1.81 万亿。那还有就7月的 M2 的同比增速呢是 10.7， 预期呢是 11.2， 前值是 11.1所以看这3组数据，大家就可以看出来，其实它本质说的就是一个事情就整个这个放水的规模开始不及预期。那比前值呢也有所收缩，那比前值有所收缩，也就比6月份有所收缩这个非常好理解，因为上半年历来都是一个信贷的投放大年早投放早受益，对银行来讲，那下半年呢一般来说信贷的投放就没有那么大，所以说这个正常。关键是它不及预期，比预期呢还要少一些，整个呢信贷的规模和放水的规模开始有一个渐渐不能说收紧但至少是开始没有那么充沛的一个状况。那接下来呢，就是7月份这个新增贷款的9927亿，它是由什么构成的它9927亿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构成值就是住户部门的贷款也就是居民部门的贷款，这个达到了7578亿，占比呢能达到整个7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的 76% 所以你就能看出来，绝大部分的贷款在7月份的拉动是靠居民部门。那居民部门拿这个钱去做什么呢分为2块，一块呢是居民的中长期贷款，也就是用来买房的按揭贷款。那这个规模是6067亿，占到全部7月份新增贷款的 61% 可以看到这是最大的一个细项。那第二部分就是这个短期贷款消费贷其他的一些居民信用卡贷款这个是1510亿。那不管怎么说来自居民部门、住户部门的贷款7578亿，占到了整个7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的 76%非常大的一个比例。那整个统计一下，如果统计1到7月份全部的新增人民币贷款和新增社融的规模呢，分别是13万亿和 22.5 万亿相当于完成了全年目标任务的 65% 和 75%我之前节目多次说过这个数据央行行长在618陆家嘴金融论坛上他讲过社融的全年的总规模预计是30万亿，人民币贷款预计是20万亿那现在完成的任务基本已经完成了 65% 和 75% 完成了大半部分了已经。那主要介绍这个数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呢是大家可以看到放水的规模开始不及预期，开始有一点拐头的迹象，水量呢没有变得以前那么充沛了从数据上已经开始反映出来了。那第二个呢就是大家要关注的就是这个新增的贷款开始主要由这个住户部门去拉动，住户部门的贷款也就是居民去加杠杆占到了7月份这个新增贷款的 76% 居民加杠杆又成为一个新的主力。那企业加杠杆呢退而求其次，或者说变成了第2位的一个这个部门。那好，这是关于7月份的金融数据那我们再说一个就是关于 M1 的这个增速 ，M1 的增速确实是创了27个月的新高但是它反映的什么呢？它其实反映的是很多的这个定期存款活期化活期化就是很多这个钱可能去买了这个股票基金或者去做了买房的首付款这个从跟7月份的股票的这个成交量的放大也是能匹配的。还有就是7月份的住户的存款呢减少了7195亿。那对应的呢，这个住户存款的增加呢，反映到就是非金融企业，就是非银金融机构存款增加了1.8万亿
也就是你居民减少了这个钱，有很多的部分呢去到了这个券商的这些券商的这个托管账户里面。好，这个说完上面的数据呢，我在说市场上有一种观点啊，就是很多人认为这个上半年中国 GDP 增速负的1.6%，而 M2 的增速呢高达11.1%。那很多人觉得这个背离，这个差距太大了啊，所以下半年呢，他觉得这个经济增速啊应该上行 ，M2 呢应该下来，把这个 M2 和 GDP 的这个裂口啊缩小。那实际上呢，恰恰相反。那上半年中国之所以能做到负的1.6%的经济增速啊，尤其是在二季度，这个增速达到3.2%。那我明白有些人呢，他对这个统计局的数据啊有质疑啊，但是总体来讲呢，他这个数据，如果你不相信他的数据，你也不可能自己去做调研，自己去挖掘这个数据，对不对？那整个来讲，上半年中国经济的这个增速呢，如果是个可信的、可靠的相对可靠的话，那在全球来说呢，都属于一个非常高的增速。那很多国家在上半年的 GDP 增速呢，肯定都是大幅负增长有的甚至应该是负的10%，甚至负的20%这个水平。那中国经济上半年之所以能有相对不错的一个成绩，那依然呢是疫情控制的还不错。第二呢，更重要的就是央行的这个货币宽松政策也就是 M2 的高达11.1%的增长。那所以说是先有货币扩张和放水，而后才有好的经济数据这个顺序是这样的。那恰恰呢是因为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比较大，尤其是打击的企业最重要的这个现金流这一块，所以呢才需要凶猛的放水政策来救助实体企业，托底经济，所以最终才会出现 M2 和 GDP 数据的巨大背离和裂口。所以下半年真正的风险呢，恰恰就在于就是货币宽松政策开始边际效应递减开始效应减弱。那实体经济呢，需要靠自发的内生性的这种力量来获取现金流来填补债务也好，获得发展也好。那靠内生的和这个自发的现金流呢，究竟能走多远会不会有可能没走几步就又要摇摇欲坠那我相信这些年呢，大家也都深有体会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很弱。如果投资不拉动，央行不刺激，财政不补助，那很多的产业呢，可以说分分钟都会这个死给你看。好，这是讲了分析的7月份的这个央行的金融数据那接着呢，我们再看统计局的7月份的 CPI 和 PPI 的数据。那大家先看这张图，这张图呢，你可以看到CPI 的这个上涨呢，从5月份以后呢，开始有一个拐头向上这个到7月份呢是上涨2.7%。那这个上涨2.7%呢，它主要是由什么推动的呢？其实它主要的推动作用大家可以看下面这张图，就是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分类同比涨跌幅可以看到，其实推动的真正作用就在食品烟酒主要是食品这一项。那衣着、居住，包括生活用品及服务，还有交通及通信基本都是负增长。那如果看食品和烟酒呢，我们再来看的更细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到，在食品烟酒里面涨价最多的就是畜肉类畜肉类里面涨的最多的就是猪肉这个价格的同比涨幅达到85.7%所以说整个这个 CPI 里面拉动 CPI 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食品烟酒，食品烟酒里面最重要的因素呢就是猪肉。如果你再往细的看，在食品烟酒里面，其实它有一些还是价格下滑的，比如说蛋类同比下滑了14.5%，鲜果同比下滑了27.7%这些产品呢都遭遇了比较严重的通缩就是价格下跌的比较猛烈。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 CPI 能达到2.7%食品烟酒起到的作用达到了将近90%的这个作用都是靠食品烟酒推动的。那食品烟酒里面呢，又主要是靠猪肉去推动的。好，那我们再看一个，就是把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那核心 CPI 呢，在国际上呢，它是一个通行的一个指标之所以扣掉食品和能源价格，是因为从经济发展经验来看，食品和能源价格呢，它非常容易受到一些季节性因素，还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所以说从观测经济的角度来讲，采用核心价格指数衡量全社会的价格水平呢，也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那如果你要是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呢，大家就可以看到总共从2019年到现在是一路下滑，尤其是今年这个已经达到了有这个数据以来的历史新低，也就是说只是同比上涨0.5%。所以说之前不是有一句话说把猪肉拿掉以后全是通缩嘛实际上真还是这样你把猪肉拿掉以后，整个 CPI 的这个涨幅就微乎其微了。
那这个核心 CPI 呢，在2013到2019年呢，基本是围绕在1.5%波动啊。进入2020年以后呢，这个核心 CPI 就整体一直在走低啊，从1月份的1.5%一直降低到现在7月份的这个0.5%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并没有，虽然这么大的这个货币放水啊，它实际没有到这个食品领域啊，或者是一般生活领域里面，水量不在这儿啊，水量都在这个资产价格上和投机市场里。好，这是第二部分，给大家分析了一下统计局的关于 CPI 的这个一些数据。那整体来看呢，整个啊还是有扣除猪肉以后呢，还是比较严重的通缩的迹象，还是非常明显的。好，第三部分我们就是看这个新闻。那第一个新闻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凤凰网财经的关于这个长租公寓的。那长租公寓呢，最近很多有房东反映，就是长租公寓啊，强迫他们去要么降房租啊，要么呢就这个解约啊，就是长租公寓现在压力非常大。大家知道长租公寓囤了非常多的房子啊，在16、17年，它大量的融资以后，大量的囤房，然后做二手房东，然后转租给这个散客和租客。那到现在为止呢，长租公寓的经营压力越来越大啊，所以他这个时候就要求房东去降租啊，要么呢他就不租了啊。从这个侧面呢，我们也可能可以看到整个租赁市场的这个一个情况啊，整个租赁市场现在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在疫情过后，包括现在经济比较差的情况下，整个租赁是非常疲软的，而且整个6月份的这个租赁一线城市租赁价格同比下跌都在5%、6%啊，广州下跌达到6%，整个这个租金价格水平一直在走弱。那租金价格呢，其实更能反映啊真正的这种需求，真正的终端的啊普通劳动者的这种租房的这种需求，所以租赁价格的这种下跌和长租公寓的经营的困难。从一个侧面也能反映出整个这个微观层面的经济还是非常困难的。那第二部分呢，我们看一下就是智联招聘啊，它对不同白领啊在这个疫情中经历的一些现象呢，它做了一些统计数据。那第一个呢就是白领在疫情中经历的现象啊，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现象呢啊就是这个工资缩水高达37.34%啊，裁员呢有30.68%的人都体验过啊，它这个应该是个多选啊，所以加起来不等于100%啊，所以这个大家理解一下。那工资无法按时发放的27.97%啊，涨薪取消了28.9%啊，所以可以看到还是很高的一个比例啊，大家感受到了这种裁员啊、降薪啊无法及时发放薪水的这种情况。那这个呢，可能比官方的那个调查失业率啊，相对来说要准确、可靠啊，有价值的多。那我们接着再看一下不同代际白领在疫情中经历的现象。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绿色的线啊是裁员的这个线，裁员的这个线可以看到，这个70后的压力是最大的啊，裁员的这个高达36.41%的人都经历过这个裁员的情况。那越年轻呢，这个裁员压力越小啊，可能是中国因为比较喜欢用年轻的劳动力啊，年轻的劳动力比较听话、好用、性价比高。那工资缩水呢，可以看到。这个在70后的表现并不明显啊，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因为70后啊，他有些人做到管理岗位以后啊，他如果只要不裁员的话，那薪水是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的。那再看到 offer 取消的话，这个啊70后啊影响也比较严重啊。总体来讲，就是说70后年龄越大啊，这个职位的这个安全感越差一点。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最后一个数据啊，最后一个数据是关于这个手机销售的数据。那手机销售呢，在2020年7月份，信通院最新出来的这个国内手机销量呢，总体出货量是2230万部，同比下降了34.8%啊。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疫情过后啊，3月、4月有一个剧烈的反弹啊，4月份达到顶峰反弹以后，就开始每个月都在走弱，5月、6月、7月都在走弱，而且这个跌幅呢啊都在扩大，非常的大。从负的11.8%到负的16.6%，一直到7月份的负的34.8%。好，那最后呢，就给大家做个总结啊，就是今年中国经济整个遭遇疫情以后呢，它进行了超常规的这种信贷扩张，整个社融呢和人民币新增贷款啊，包括 M2 都是超额的大量的这种投放。那你体现在 M2 和社会融资数据上啊，就是从3月份开始呢，双双的拐头向上。那通过信用扩张刺激了经济的发展，暂时呢规避了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啊。但是随着上半年放水效应的这种渐渐的淡化啊，以及7月份金融数据所显示出来的这种放水的退潮的现象，那可以说2020年中国经济的考验呢，可能才刚刚开始。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那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转发，我们下期再见。